中国跟巴基斯坦有一条用血肉和钢铁铸成的友谊之路，穿越地球上最险峻的山脉，彼此相连。两国的官方形容这段关系叫做比山高，比海深。再来看一看中国跟伊朗，两国签署了一份价值4000亿美金、长达25年的合作协议，听起来很厉害，但是现实却是这份协议一直停留在纸上，还在伊朗国内引发了这个非常巨大的猜疑跟辩论。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巴基斯坦跟伊朗都是中国非常重要的邻国，都是伊斯兰世界的大国，都处在新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上。那么为什么一个成了中国的全天候的铁杆兄弟，在中国的帮助之下印巴空战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胜仗，而另外一个却任由以色列的战斗机把领空变成了自己无法无天的后花园？伊朗为什么会被以色列痛揍？革命卫队系统的这个高级指挥官被团灭，却毫无还手之力。伊朗为什么不从中国买一些防空系统来对付以色列的这个空袭呢？我想任何一段关系，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它的底色往往在最初相遇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好了。中巴跟中伊这两段关系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先看看巴基斯坦，它的基因密码里面刻着2个字：共同的敌人。时间回到1962年，这一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当时的世界格局非常有意思，就是美国跟苏联这2个死对头竟然同时选择支持印度，这样一下让中国跟巴基斯坦突然间发现他们都面对着一个共同的非常强大的战略对手。俗话说得好，叫做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样的一个国际形势成了中巴关系的催化剂。所以你看，在战争结束的第2年1963年，巴基斯坦做出了一个让世界震惊的决定，他把一片超过5000平方公里的自己实际控制但是和中国有争议的土地喀拉昆仑走廊全部正式划拨给了中国。一个国家愿意用自己的领土来换取你的信任，这是一种怎么样决绝的战略决心呢？这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举动，为两国后来的这个铁杆友谊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地基。从此以后，中国开始大规模的援助巴基斯坦的军事，甚至包括最敏感的核技术，而巴基斯坦则投桃报李，在70年代成了中美关系破冰的秘密信使，帮助基辛格秘密访华，从而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所以你看，中巴关系他们是在冷战的熔炉里面，用共同的威胁和战略利益真刀真枪锻造出来的。他从一开始就是主动的选择。现在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伊朗的话，它的基因密码同样是2个词：革命与孤立。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前，其实伊朗社会是非常亲西方的，是美国在中东的小弟，跟中国的关系是非常的疏远。但是一场伊斯兰革命改变了一切。新政权的领袖霍梅尼他提出了一个立国原则，叫做不东也不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既不想依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也不想依附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要的就是绝对的独立自主。这个听起来很酷，对不对？但是却是一种非常理想主义的、不容妥协的意识形态，而且也不是一种非常灵活的外交策略。当伊朗把美国大使馆的人扣为人质，高喊打倒撒旦的时候，他就彻底把自己推向了国际社会的对立面。被全世界制裁的伊朗突然间就发现，他需要一个能够买到武器、能卖出石油，还能够在联合国帮他说几句话的大国。但是他环顾四周的时候，还有谁？只剩下中国了。所以中伊关系的起点不是我们想和你做朋友，而是我需要你，这是一种被动的选择，是在一种别无其他选择情况底下的必要性的伙伴关系。所以他从开始从根本上就带着一种强烈的交易的色彩。最好的证明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份价值4000亿美金的25年的协议。为什么签了这么多年，进展还如此的缓慢？是因为中国企业，因为他们害怕跟伊朗做生意的时候会遭到美国非常严厉的刺激制裁，得不偿失。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以后，西方制裁短暂放松的时候，这个时候伊朗依然没有选择中国公司，而是优先选择了法国作为合作伙伴，法国的道达尔跟雷诺公司。这个事情说明什么？说明伊朗对于西方有非常狂热的追求，在伊朗人心里面，跟中国人的合作更多是一种无赖之举，而非战略首选。因此他们始终跟中国维持一种若即若离，只有充满交易色彩的一种塑料友谊。而这样一种根植于历史基因的不同，最直观的体现就在于两国军队的建设上，一个能够直接拿到最顶尖的设备，而另外一个面对中国的军工产品自负骄傲，只能够自己在被轰炸跟烈火当中自己探索。所以我们马上可以看到这两种不同的模式到底是如何决定了他们在于战场上非常不同的命运。这样一种基因上的不同，最直观的体现在了两国军队的建设上，我可以把它称之为猎鹰模式跟凤凰模式。巴基斯坦是那只非常敏锐的猎鹰，因为它跟中国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彼此的深度信任的基础上。一方面，巴基斯坦人相信中国的军工科技的水平，所以对于中国的武器装备跟国防理念是深信不疑的。而另外一方面，中国其实也信任巴基斯坦，允许巴铁兄弟直接猎取最先进的装备。印度买了法国的阵风没关系，中国马上就卖给巴基斯坦更先进的歼10C。那现在巴基斯坦更将成为中国第5代隐形战机歼35A 的第一个海外的买家。从坦克到军舰再到防空系统，巴基斯坦的军队几乎就是用中国的武器体系整个武装起来的。这是一种非常深度的整合模式，是把自己彻底的融入到了盟友的国防生态里面。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会在印巴空战当中看到巴基斯坦空军依靠全套的中式装备，以体系作战的优势全面碾压了印度的杂牌军。而伊朗呢，他们就是那只凤凰，他被全世界封锁，买不到任何先进的武器，怎么办呢？只能够在制裁的烈火当中靠自己来浴火重生。伊朗的建军思想不是跟美国跟以色列硬碰硬，而是想要发展所谓的非对称的杀手锏，让他的对手不敢轻易动他。这里有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2011年，一架当时美军非常先进的 RQ-170 哨兵隐形无人侦察机在伊朗上空神秘失踪，而几天以后，伊朗电视台就非常骄傲地宣布了，展示了这架几乎完好无损的无人机。他们声称是用电子战的手段俘获的。不管真相如何呢，伊朗确实拿到了这架飞机，然后通过立项工程造出了一系列自己的无人机。这个就是为什么伊朗现在成了所谓的无人机大国。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这个小摩托无人机，也就是这种思路的产物。但是很明显，仅仅有这些无人机很显然是不够的，要不怎么会被以色列把伊朗涉核的高官一锅端，对不对？其实伊朗关键核设施的这个防空系统远比想象当中要脆弱。专家分析了伊朗核设施周边的雷达信息，发现这个设施的雷达系统由多种不同的型号组成，包括有伊朗早期自产的，然后有苏联时代的老旧设备，以及后来从俄罗斯进口的一些系统。最令人惊讶的就是所有这些雷达信息竟然显示在不同的屏幕上，表示这些系统之间没有办法协同工作。对于如此重要的核设施，这样一种各自为战的防御体系显然是不够精密的，一定会有很多的漏洞。所以其实伊朗方面的装备的水平是真的很烂，但是即便没有制裁的影响的情况底下，或许是因为自负或者傲慢，伊朗人对于中国的军事装备的这个技术水平一直是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也许是因为历史上长期装备俄罗斯武器，所以伊朗人看不上中国人仿制的这个所谓俄国货，对不对？所以你看，巴基斯坦的军队是为和盟友并肩作战而设计的，而伊朗的军队是为自己独自一人打一场所谓刺猬战争而设计的。这就是为什么同为中国的友好邻邦，巴基斯坦选择了相信，他们也就搭上了中国军事科技大爆发的快车道。而伊朗没有来得及刷新自己的认知，所以也就只剩下被以色列胖揍的命运。
历史和军事的差异我们都看到了，但是一个终极的问题是，如果战争扩大，全面战争真的爆发，中国会为了谁而两肋插刀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碰触一个非常敏感，也许能够检验成色的试金石，那就是新疆问题。巴基斯坦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历来喜欢为全世界的这个穆斯林兄弟发声，比如说在巴勒斯坦跟克什米尔问题上，但唯独在新疆问题上，巴基斯坦选择了惊人的沉默。前总理伊姆兰·汗甚至直白地对媒体说，我们接受中方在新疆问题上的这个立场跟说法。为什么？因为对于巴基斯坦来说，与中国的这个战略关系是维护国家生存的核心利益，是不可动摇的底线。任何宗教意识形态的问题都必须为这个核心利益服务，为这个核心利益让路。这个就是基于信任的实用主义。北京可以确信，在关键时刻，巴基斯坦一定会站在自己这边。所以，印度人心里也非常清楚，一旦巴基斯坦陷入困境的时候，中国是会毫不犹豫出手相救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印巴空战之后没有掀起什么浪花，因为印度知道中国是惹不起的。我们再来看一看伊朗，伊朗的外交政策是意识形态驱动的，他们的政权合法性建立在他是什叶派穆斯林抵抗轴心的领导者，是反美斗士这个身份上的，而这个身份是伊朗不可能拿来妥协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身份会带来一个致命的矛盾，就是伊朗的敌人，比如说沙特，恰恰是中国在中东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能源跟经济的合作伙伴。中国怎么办呢？中国的选择就是我谁都不想得罪，我跟你们所有人都做生意。所以我们看到2023年中国非常成功的斡旋沙特跟伊朗恢复外交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平衡术的巅峰之作。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中东的千年恩怨，我相信很少有人能够非常轻易的解开这个死结。中国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我的石油能够安全的运出来，一带一路的项目不要受到影响。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巴基斯坦是一个可预测低风险的盟友，而伊朗呢，这是一个有利用价值但是充满了太多不确定性，随时有可能给自己惹麻烦的伙伴，尤其是他的这个拥核的野心。中国其实是乐于看到伊朗来牵制美国，但绝对不会为了伊朗的这个革命理想来火中取栗的。这个根本性的区别决定了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冰冷的地缘政治博弈的背后，也不要忘记每一个战略决策其实最终都会由无数普通人的命运来承载来买单。当我们在谈论中巴铁杆友谊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在巴基斯坦北部山区有一座中国的烈士陵园，那里安葬着88位为了修建喀拉昆仑公路而献出生命的中国的工程师跟工人，平均年龄只有31岁，他们的故事是这段中巴友谊背后最沉重也是最真实的注脚。而在伊朗长达40年的制裁，对于任何一个普通人来说，不是一个新闻的头条，而是每天都在经历的痛苦。所有这些普通人的悲欢离合，都让我们看到国家之间的战略选择最终都会转化为无数家庭的命运。一条路通向合作与发展，但也伴随着牺牲；另外一条路通向孤立与抗争，但也同样充满了普通人的血和泪。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就是新丝绸之路上的这两条路为什么如此的不同？这个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历史基因的必然，是意识形态罗盘的指引，是两个国家在不同的命运棋盘上走出的完全不同的路。当前的国际形势其实并不明朗，印巴战争本来已经开打，但是被中式的武器一巴掌盖下来，暂时偃旗息鼓了。俄乌本来要和谈，但是乌克兰却突然采取行动，突袭扩大了战场。现在以色列又突袭了这个伊朗，中东战局扩大已成必然。中巴跟中伊的这两段关系，在新的这样一种国际的局势底下，折射出不同的文明在面对地缘政治挑战的时候所做出的非常艰难的选择。巴基斯坦选择了一条与中国深度捆绑、荣辱与共的道路，它的未来与大国的崛起紧密相连。而伊朗选择了一条在夹缝当中求生的道路，维护了自己的尊严跟战略自主，但与此同时也会付出沉重的经济跟民生的代价。
到底哪一种关系在未来的风暴当中会更坚韧、更长久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如果这一期内容对你有启发的话，请不要忘记点赞、分享、订阅爱生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我继续探索这些复杂问题的最大的动力。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谢谢。